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G7 在法国登场了。这张照片某种程度凸显了现场的氛围，就是川普一个人站在 C 位，其他的会员国的领袖们各自在聊天谈话，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心中惴惴不安。我们来看看这个场景，这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过去这1年，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对抗美国的哦。可是卑躬屈膝的这一幕，不小心透过没有关的麦克风大家都听到了。你看到他这个弓下身然后呢对着这个川普讲了一段话，就说：“哎呀，我们现在有进口中国电动车啦，可是啊，川普啊，你放心呐，这个加拿大市场3%以下，我们把它控制，这是有配额的，只有4.9万辆。”这是上限，不会再多了啦。我认为您会喜欢这个安排。川普是大哥，坐在这边听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做这样的报告。那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有威胁，美墨加协定啊，这个过去他在川普1.0的这个协议，我可能就不认了所以卡尼很急吗？现在在投诚吗？还有一个国家德国，他才刚刚被威胁撤掉你们的军队，我们这个美军要撤。结果呢，一样积极的来摇尾巴示好。他送给川普一个球衣，现在世界杯正在踢嘛上面是 Trump 47就是第47届美国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在上面。你看川普拿着龙心大悦然后大家对他说生日快乐补祝你生日快乐，因为他80岁才刚过嘛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反映了国际的现实啊。包括你看到川普才刚刚宣布要撤出驻德美军，对德国的企业像是 B&W 宾士啊、福斯等品牌科25%的关税，就威胁他25%。然后呢，因为德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高所以川普有点美送有点生气，让美国和德国的关系现在已经陷入了冰点。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欧美关税协议，欧洲拍板了，批准降低多项美国进口商品的税率某种程度也算是让步，或者是投降，或者是示弱。而 G7 大家知道是7大工业国，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大集合，有钱国家、发达国家大概都是白人，大概都是西方世界，唯一的亚洲国家就是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总是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他一个人有一点孤单的踏进了会场那也有人说呢，这个除了这个保安security 之外，没有人在旁边跟着他也没有人迎接。那另外呢，这个画面是他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其他都空位，其他人可能在旁边还在交谈或是还没有入场，那就显得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当然我们看到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现在呢日系巨头要为中国汽车来代工了这个世界是有不一样的变化的。过去大家知道日本汽车是这个很厉害的现在他宣布要跟奇瑞汽车签约，从2027年4月开始，在哪里生产呢？在英国的桑德兰工厂。这个英国的这个桑德兰工厂是位于英国东北部，过去它当然是很厉害的一家，也很繁华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大镇可是因为英国或者是欧洲本土的汽车市场需求越来越少，那为了要寻求闲置的困境就开始转向出口持续飙升的中国汽车代工。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这个东升西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另外，日本商工会议所时隔8年将访问北京。大家知道现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很差很差，可是商人要做生意啊，商人无国界啊，商人无祖国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开始去访问中国大陆，
考察的日期是21号到24号哦，这些中小企业啊会到这里来哦，参与北京办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那川普到底怎么想的？他只想跟习近平谈吗 ？G2 是川习会那时候他喊出来的。我们刚刚提到 G7 7个国家，可是有没有可能川普只想要 G2？他只想跟中国谈哦，所以你看到美国媒体就说 G7 这些国家哦，担心被踢出局，只剩下2大国东西 G2 哦。那日欧惊觉背后没有人，日本跟欧洲国家往后面一看，后面都没人呢哦。这种做法削弱欧洲等美国传统盟友，试图建立统一战线。那我们看到呢，对岸 CCTV 的公众号牛弹琴就说，川普几乎杠上所有的盟友哦，因为也许他们在这里想要联手来抗中哦，可是对各国现实的情况是，各国与美国本身就存在诸多分歧，很复杂也很诡谲的国际情势。来，请教彬哥。其实 G7 早就名不符实了，以前是7大工业国，现在世界这个工业产值第一的是中国，中国就不在 G7 里头。那其他呢？其实韩国啊、墨西哥、印度，其实都比他们这中间好几个国家这个产值强，所以 G7 其实正在逐步慢慢衰落中。那可是问题是 G7 现在内部之间出现很多矛盾，也就是川普搞关税战。弄得他跟这些盟友一个一个，大家都不是很痛快。可是问题是，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些盟友一个一个对川普、对美国怨恨在心里，可是又不敢讲得很大声，因为他还是需要美国，所以情况就变得非常的尴尬。那当然，你看卡尼之前讲的这么强硬，结果他私底下还是要对川普示好，表达善意，还会觉得，你会喜欢这样的安排。我觉得川普不会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大家忘了吗？川普其实他一直在变啊，他甚至还说过，如果中国大陆的汽车到美国设厂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对，他都讲过啊。所以你确定你只是现说这个东西，川普真的会喜欢这个 idea 吗？我觉得很难说。那当然，各国在讨好之余，有的时候还是要展现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德梅尔茨他讲的是 after all 这个东西。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 team， 可是其实这句话表面上当然是讲说我们毕竟大家是同一阵线的，可是这句话其实是软中带有点硬，其实有点意思是说不要忘了我们是同一队。有点威胁吗？对，也不是威胁，就是提醒你不要老是好像特立独行，大家是同一队的，应该合纵共济。可是你觉得川普会甩这件事吗？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在注意这件事。这么隐晦，他应该 get 不到。要跟川普讲 MAGA， 他才会听得懂。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觉得光是美伊战争的时候，这些国家没有半个国家支持他，就已经让他很不爽。所以我觉得他包括裁撤一些驻军啊，或是征收一些关税啊，大家都在所难免。那就看欧洲这些国家能够挺到什么时候。不过我估计他们挺不久。那可是这次高市去会受到这样冷落，我也很意外，因为英国他先到英国去，抢在G7之前先到英国，英国连个红地毯都没给他。是哦。对啊，然后接待的也很随便，那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中间还甚至在握手的时候，因为高市好像站错地方，这个英国首相直接把他拉过来，那个整个感觉怪怪。然后你看到了G7会场，看起来好像大家也不是对他特别礼遇，可是好像历届的日本首相到 G7 好像都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不晓得我的错觉。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再来讲G7，特别你们现在是在闹内讧的时候，正常你们这6个要合起来去对美国才对啊，结果也没有啊。你们这6个好像也是各怀鬼胎。那我在想，他们对高市如此冷落，是不是因为也怕，因为知道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正在冷战，所以是不是也不想跟日本走得太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一个不变的状况就是，其实不是说欧洲车市疲软，而是其实欧洲的传统车的就旧的能源车的车市疲软，它对新能源的车市需求是很大。可是日本的这些汽车现在在新能源方面还是落后于中国大陆，这个就出现它的大问题了。然后我觉得川普的眼中也是很明显，因为川普就是个商人，他只找实力跟他差不多的人谈。那实力跟他差不多，目前被他认可的一个是习近平，另外一个就普丁嘛。
那其他都不认同嘛。那普丁大概被认同，也只有在军事力量上面，在经济上面也差得很远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考验川普会不会变，川普会不会为了这个期中选举开始缓和他跟北约盟友之间的关系，缓和跟G7同伴的关系。如果没有变，他还是持续就是他过去这1年多的这样状况的话，那我觉得G7恐怕到最后就会变成貌合神离。来请教将军。这次这个G7为什么选在6月15号开会？我觉得也是为了配合川普因为川普是6月14号生日。等他在白宫草坪上面看完那个铁笼格斗之后，然后大家等他看完以后，我们15号才开会。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的安排，其实都是在配合川普了当然这次的G7开会，我们前一阵我们台湾这个监察院说在查萝卜糕里面有没有萝卜但这次这个G7开会里面，那居然没有中国，那你这个会等于就是很空洞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整个产值几乎已经在全球的20%以上，那么高的一个产值没有去参加G7会议，那你这个G7里面是不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6个国家也都只是在那边空谈？当然很明显的，这次这个欧洲这几个国家，我们看到包括到这个德国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迎合讨好川普？因为我认为跟这个在伊朗这个美国跟伊朗战争的时候，其实欧洲没有参与。第一个，他讲说你这个不符合联合国的精神是一种偷袭，是一种这个事情不是正式的宣战。另外，其他我们看到欧洲国家不是就是基地不借给美国，就是他的这种领空不让美国过去，所以而且也不派这个扫雷舰去帮忙扫雷，到荷姆斯去扫雷，所以川普气死这些国家了当然非常生气。那当然利用这次的这个会议里面大家包括我们看到包括卡尼或者是这个德国总统都极尽的这种讨好这个川普做出这些动作。可是我们特别讲这次里面，当然了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卡尼他有他为难之处，因为他知道未来的趋势一定是电动车嘛，他们这个老百姓需要有这种新能源的车子来供应，可是他在这方面又不敢得罪美国，因为这个美国来讲的话，还是用他的加拿大这边在生产汽车的零件，如果他进太多的中国车来讲的话，当然会对美国的汽车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卡尼在这种东西我们看出来他讲这话很委屈就是说他老百姓希望能够有电动车有新能源车，所以他说我只进口4.9万辆然后这个做一个封顶的上限，借此来他等于说在这种平衡中来讨好川普啦特别跟川普来做这方面的解释。这个等于说是讨个这个拜托了这个因为老百姓需要，我必须要进口，那希望你能够谅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是这个意思。那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次的G7会议里面有一个讨论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稀有矿物的一个联盟稀有矿物什么讲的就是稀土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包括到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到美国，包括到日本，他们需要的都是稀土这些这些原物料。那稀土原物料我们说它都是中国在生产，从这个提炼技术各方面都是中国。当然你说别的国家有没有可能提炼出来？当然有可能提炼出来，因为包括我们看到澳洲，事实上它也有可能提炼，它也有产稀土的原能这个日本也有。但是日本包括到欧洲来讲，你提炼的技术日本来讲，它要在蓝鸟岛上面从海底里面去挖，然后这个提炼的技术又高污染，成本会很高很贵。但他们这联盟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联盟我们都不要跟中国买稀土，就算他卖再便宜，我们都不要跟他买，我们自己来买那虽然说价格很贵，我们自己来买。比如说中国1公斤的这种稀土可能卖100块美金。那我们提炼出来价格可能要到200块，但是我们就讲好，大家不要跟中国买，我们只买我们自己200块。你认为有可能吗？就这些企业来讲的话，那我如果说是买这么贵的稀土，是不是我的成品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就会提高？我价格提高，我的这种竞争力就会减弱。
我不要讲别的，光一个电动车来讲，如果说你的电动马达成本会贵到1倍以上，那你怎么去跟中国竞争，对不对？就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我买一辆电动车，我还是如果说里面有稀土元素，它这辆电动车比较便宜，我还是跟中国来买，那我就不会去跟贵的公司买。所以我觉得这个稀有矿物联盟这个可能来讲只是沦于一个空谈实际上面。可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企业运作上面是不可能的。是，对，在这次的这个 G7 的峰会里面让大家看到还是比较罕见的一幕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认知是像卡尼加拿大总理，基本上从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其实是跟着川普很多时候是直来直往的。对，因为川普对于加拿大从小杜鲁道开始就不假辞色，又提到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在关税战方面也非常的这个凶狠，还包括钢铝砷等等，所以卡尼某种程度上他的国内的人气还有政治支持度的很重要的来源，是因为他勇于跟川普做斗争，包括他在之前选这个总理，取代小杜鲁道的时候就是如此。但在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幕，其实包括他，还有包括德国总理梅尔兹。你可以看到身段都非常的柔软，基本上就想尽办法要能够恭维川普，讨好川普。可是川普的表情也是有点耐人寻味，意思是他到底有没有吃这一套，没人得知。所以这可能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了，就是说，即便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谈说美国的这个综合国力下滑，美中之间有非常这个重要的实力的这种消长，但是不可否认目前对于全世界来说。美国在很多领域上还是那个单独的、独一无二的超强。意思是，只要因为川普毕竟不是拜登，只要川普跺跺脚、动动手指头，哪些政策有一个180度大转变，那全世界还是会为之震动。为什么这么说？从去年4月份的这个对等关税就非常清楚。大家不高兴归不高兴，各国这个用各自的方法想要跟这个川普怎么讲？抗衡，但最后大多数的这个国家的作为大概就是想尽办法，还是要跟川普争取比较好的待遇。那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中等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或是比较弱的国家是如此。那其实 G7 里面基本上已经是全世界，尤其在经济实力上是比较首屈一指的大国，也是同样的方法。所以这也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国际社会、国际政治里面。最真实的面貌，那德国何尝不是如此？那其实G7还有很多国家，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美伊战争当中，其实被川普修理的也很惨，而且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国。意思是你们讲了半天，可是都没有支持我。那我觉得这里面一叶知秋，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错，现实的还在后头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泽伦斯基就是乌克兰的领导人也在。可是川普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对他视而不见。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实话、大白话，从川普的口中说出来，全世界为之震撼。川普说：“美国跟乌克兰战争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卖武器给他而已呀。”所以其他国家大家面面相觑。原本希望把焦点重新拉回俄乌战争的会议，气氛瞬间降温。随着美国金旗将重心转向伊朗的冲突乌克兰的议题很明显啦，川普已经完完全全不理会了，至少是从优先清单中后退。那另外呢，他 focus 在中东，伊朗的协议那个框架谅解备忘录才刚签，可是现在他呛以色列了，他最忠实的盟友呢，我们看到呢，他直接骂这个纳坦雅胡说，你不应该为了剿真主党炸毁了整栋公寓，害得很多人死掉啊。我们来看看。No,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e're talking about some end details. I didn't like that he did an attack based on there's a very minor little thing with some drones that were released, and he ends up doing I saw that attack. I saw where that bomb went. Did you see what happened? That was a vicious, that was too much. You can do too much also. But we've had a very effective relationship.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Without me,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because no other president was willing to do what I did.
川普讲的大白话，他说如果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以色列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要在中东生存，而且变得这么强大，如果没有美国，他不可能哦。所以你看到他教训了以色列，他教训了纳坦雅胡，说你呀、必须为黎巴嫩问题负起责任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亚洲这个地方，好，美国跟伊朗啊，现在我刚刚说那个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签订了，有一个框架了。王毅就说这不是终点，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更大。他讲的是实话，因为中间很多细节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哦，这个整个备忘录，可是有很多细节你很难执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知情人士怎么讲，他说现在啊，经过这场战争，伊朗更大尾了，因为他已经把赫姆兹海峡当作他的武器了，并且可以变成超级经济核弹。我一旦封锁这个地方，你们其他人只能在旁边哀求，只能在旁边苦苦的这个各种的方式啊，想要要求我打开。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协议的细节，因为媒体会想尽办法去偷或者去看，或者是用各种方法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包括我们看到华盛顿对不起，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就说伊朗签署之后可以立刻出售石油，因为里头有个细节，就是过去伊朗不是被制裁吗？他的油也不能自己卖哦，现在可以了，签完之后他就可以卖他的油，哇，那不得了！伊朗的油很多耶，他卖了之后他不是发大财了吗？那另外 VIP 通行证啊。是我们看到邮轮现在不是很多被卡在赫姆兹吗？那他们美国就是希望跟这些代表谈一谈，说赶快让他们通过赫姆兹啊可能会有美国的海军军舰这个舰艇来做护航，可能要付费的。而300亿对不起，3000亿美元，这是外界很关心的一个焦点虽然川普说没有这件事，可是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了。说呢，19号在日内瓦签署的初步和平协议里头有一条，要提供给德黑兰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哇，这个很爆炸，很多钱。那伊朗不是赢麻了吗？3000亿美元基金是怎样呢？是不是由这个某一个政府资金或补助，是来自美国、波湾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有钱人、亚洲、南美洲跟非洲的企业同意提供资金那除了美国之外，来自南韩、日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企业已经承诺参与。目前没有点到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在里头啦，不知道因为现在都是媒体的报道。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有一项说是很厉害的武器叫暗鹰那它是美国陆军新型的17马赫高超音速飞弹，那它可以飞很远，在几分钟之内可以打击大概是2800公里之外的目标，而且速度非常的高，可以达到17马赫那跟普通或传统的弹道飞弹不一样它有一个滑翔弹体，用极高的速度进行不可预测的转弯跟高度的变化，意思是说你很难拦截到它啦那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等一下请将军告诉我们。而另外我们看看川普他打算这个动用一个叫做国防生产法，他说国防工业的限制跟这个会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安全，所以呢他要去做一个新的法案。而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军将在澳洲建立常设的武器库，因应中国的军力扩张。中国在这嘛，大家看到澳洲在那儿这个是南半球。可是如果美国在这建立他们的武器库的话就可以，万一中国怎么样它就可以有支援，有很多的这个储备啊或军事啊可以快速防止中国大陆扩张。来，先请教彬哥。这个川普本来就认为乌克兰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本来当初参与乌克兰只是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那现在他也看出来乌克兰这么复杂的情况不是他能够直接解决的，所以他现在就退回他的商人本色，我就卖你武器就好，要不要结束随便你。那反正他卖武器，乌克兰没钱就叫欧洲出钱，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这样。那但是现在对他来讲最迫切的当然就是美伊这个事情要赶快解决。那美伊这个解决最大的变数，现在看起来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非常的不爽，以色列很多人觉得被川普出卖、被背叛，所以川普才不断的这几天连续不断讲，我跟纳坦雅胡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那其实
这就是一开始美国在护航纳坦雅胡的种种行为。那现在川普自己也拿出来讲，那可是纳坦雅胡就会因为这样就停下来了吗？就不再打了吗？川普最近甚至提出很荒谬的，他说你不要打了，那个真主党让叙利亚去打他，就换叙利亚去打。那叙利亚其实如果真的去的话，叙利亚过去曾经长期占领过黎巴嫩，所以恐怕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而且以色列大概也不会放心让叙利亚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得扯。所以王毅讲的是对的，现在第二阶段开始恐怕才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收尾，这是很麻烦，因为双方的立场还是差距非常大。那当然，现在他们好像想要达成一种模式，就是干脆荷姆兹海峡开放之后，我们大家来收钱啊。就我觉得他们好像有这种打算，甚至还连什么 VIP 通关都拿出来。可是这个说真的，这个有点太扯。如果荷姆兹海峡以后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那美国就跟土匪强盗没什么两样了。讲实在话，美国以后也不要当什么世界警察，就是让世界大强盗。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非常不可行。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会现在也在质疑你跟伊朗之间协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川普也承诺会把这个协议送国会检验，所以国会到底到最后会得出什么样一个结论也都不知道。那我一开始就知道3000亿美金绝不可能是美国出啦，美国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而且川普如果承诺了这个东西，他回去一定被 K 死，对啊，这一定是从各个地方找钱来。其实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什么？就是去拉这些企业来，你们出钱来投资，去做这些基建的重建，建完之后看怎么分利润。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有利润可以分的话，那当然不妨找台湾也不错，企业会愿意。但是如果没有利润呢，这个就很难讲。对，所以这还要看他们到时候怎么谈呢。那当然，美国现在也极力在发展极音速武器，可是像爱鹰的性能，待会厉将军会跟大家讲。我只讲一个最基本的，你知道这个爱鹰，他们美国估计造价一枚可能要1500到4000万美金，目前还不知道。这么贵哦？对啊，造价贵也就算，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人11个月的时间只能生产8枚。那请问这怎么打？美国现在为什么告诉你他要在澳洲设武器库？因为他现在知道自己弹药其实严重不足。因为他们估计最近有智库评估啊，跟中国假设真的要在台海开战，第一天要损耗12200颗导弹。美国哪有这么多导弹？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它的整个战术战略恐怕都要因应现代战争的形势，要做彻头彻尾的改变。是，所以这个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来请教将军。这爱鹰确实是美国一款很厉害的武器了哈。但是我特别要讲哈，这是美国发展到现在，它唯一一个能够达到超高音速的导弹。那如果跟中国比较起来讲，中国这个我们看到，不管东风21、东风27等等的话，大概在10年以前，它就已经有超高音速，而且是水漂式的打法。但是你看，美国到现在才发展出来。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现实是很骨感哈。就像韩冰所讲的，它的一枚造价要到1500万以上哦。我讲的是以上，最便宜都要1500万，而且造的速度很慢。我们如果说哈，我拿一个数据跟各位比较一下，这个美国会不会发展这款导弹？会不会真的是量产生产？这次美国在伊朗战争里面所用的导弹，就是战斧型巡弋导弹，也是这个巡弋导弹，射程也是可以到2000公里那么远，但是它次音速一枚的造价要300万美金哈。如果跟这个爱鹰比起来的话，爱鹰是它的这种5倍的价格。那这次光打伊朗这个国家完全没有空优的国家，美国就用了多少枚？我想说，报章杂志有报道过这个数据，将近1000枚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而且打完之后，美国自己承认自己的库存严重的不足，要花好几年时间才可以补足库存。如果说你发展这种导弹，应该不是对付伊朗这种这个2等军力的国家，应该目的是要针对中国，这应该很明显，因为就针对中国这个有这个能力去拦截就你这次音速的导弹，所以它才要发展这种超高音速。那如果针对中国，那土地幅员更为辽阔，
这个基地的数量更多。如果说打到1000枚的话，我跟你讲，按照这种数据算起来，你最少要150亿美金。那你美国有没有那么多钱去发展这个武器？美国现在真的是在做的，它反而是在发展低价武器。因为从伊朗战争中，他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用低价武器来讲的话，以量多才能够取胜。所以我们看到他发展的是什么？学习人家伊朗用发展一个无人机叫卢卡斯哈，造价比较便宜，但是被马斯克坑了。马斯克说你这一架无人机用我的星链，原来说5000块美金，结果后来这个马斯克给他涨价涨到25000块，立刻涨5倍。为了他的这种 SpaceX 能够IPO 能够上市，立刻涨5倍的价格，那美国也必须要吞下去啊。这个你就发展这种武器。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美国也知道，连战斧型巡弋导弹300万1枚都嫌贵哈，他现在在发展这个比较低廉的价格50万的美金。那你想想看，美国有没有能力说是去造1000枚以上的暗鹰？我觉得对美国来讲，那负担真的很庞重。那我们讲到澳洲哈，确实很不错。这个澳洲为什么要在它的这种东边来讲发展这个基地？它这个基地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核潜舰的基地。为什么要做核潜舰？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哈一直想要利用澳洲，那时候说是卖给澳洲，在拜登时代卖给澳洲 AUKUS 的这个核潜舰，但是他们发现说是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了，等到2035年再开始交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们现在急着在这个地方要建立这种核潜舰的基地。除了要建立核潜舰，那美国说我等到我帮你造好已经来不及了。中国是这个海权的速度扩张太快，你这样好了，我不用建给你，我把我的中古舰核潜舰卖给你，准备要卖给他3艘的维吉尼亚级的核攻击的潜舰。从这个速度你就知道哈，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张速度很快，但是澳洲有些人就在讲啊，我出那么多钱，我买的是新潜舰，结果你卖给我的是中古舰，我不愿意啊。但是就美国来讲的话，等到2035年才交第1艘哈，然后要到2050年才可以，他原来签约的这几艘才可以完成建造，才可以交建。对美国来讲的话，那缓不济急，那时间上面来不及。所以从这个澳洲在这边建立这个核武库，在这边建立核潜舰基地，以及美国急着把这个2手的核潜舰哈，这个卖给澳洲，你就知道美国是积极的要这个帮澳洲建立军力，然后借着澳洲哈建立所谓的第2岛链，那已经是第2岛链了。第1岛链是日本琉球这边是第1岛链，由这个美国的动作，你就可以反推回去。其实中国很明显已经突破第1岛链了，现在已经威胁到第2岛链，所以美国才急着在这个帮澳洲建立这个核潜舰的基地，想要借此来围堵中国不希望它再突破第2岛链。是。大东老师，在这次 G7 峰会里面哈，当然外界还是很关心乌克兰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 G7 已经很久没有公报哈，大概这几年的趋势都是就个别议题有一些联合声明，已经没有那种很厚重的所有哈一整个 package 的联合公报，但是因为外界还是很关心乌克兰，那的确在公报里面可以看到说G7 是支持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还是说要提供军备？但是大家最关切的是川普怎么对于泽伦斯基，因为一开始在G7 峰会里面寒暄握手的时候，有些外电认为说川普有点刻意没有去跟泽伦斯基握手。可是到开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个75分钟会议，是所有 G7 跟泽连斯基坐下来讨论乌克兰议题。那会后其实川普说谈的气氛很不错，但是大家外界会把重点放在川普讲那一句，他说我们跟乌克兰没关系，我们跟乌克兰关系就只有卖武器的关系。那这点是非常的赤裸裸。第二点就是说川普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一个评论啊，他说我现在全心全意是在这个中东，在我们跟伊朗达成的14点这个备忘录里面，所以乌克兰议题，川普讲就好像是在照后镜一样，慢慢的往后跑，这是他非常心里面的内心话。我觉得假设是泽连斯基他应该心里面还是很警觉，因为川普的这个立场向来都是不太愿意让美国陷入支持乌克兰的无底洞，尤其是在拜登时期，各式各样的援助、武器装备、经济、财政等等。那川普现在是我提供武器给你，但这提供武器绝对不可能是无偿，乌克兰你要付每一分的钱，1分钱都跑不了。那第二个是，川普既然最重视的是这个现在所谓的14点这个方案跟这个伊朗，那现在外界最好奇的地方就是3000多亿的一个议题，因为按照一开始
伊朗可能是希望拿到4000亿的这赔偿金，战争的损失赔偿，但美国不可能愿意，因为里子面子都很重要，所以最后在卡达的建议之下，有所谓的3000亿这种所谓的战后重建资金。那川普要求是没有一丝一毫来自政府部门，所以都是从各地要来的商人、大企业家。那大家会好奇说，那假设无利可图，为什么要进去？那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人判断是因为伊朗毕竟被封锁孤立40年，9000万的国家人口的国家，有很多很多的商机在里面，而且过去这么多年来，其实它没有任何的 FDI 外国直接投资，所以杀头生意没人做，所以这些可能还是看中有可能有商机，所以目前有一些大公司愿意进驻，那是符合川普的意。对，我想这个商机真的是无限的。这个他已经被封锁、制裁了这么久，如果可以进去的话，我相信有一些企业可能会抢破头。我们再来看看呢，抢破头的或者是商机无限的，可能在这里。美加墨现在开始举办了世界杯的世足赛。那当然，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很多人不断的在看着这个世足赛，有他们的队伍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用别个方式、别种形态来参与这个世足赛。中国大陆他们有足球，可是呢，今年或这一届它还是无缘进军。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们的新闻啊、媒体啊、风向啊，大概就是转去盘点中国元素，包括你看到足球 AI 超级智能题还有所谓的3D 的 digital 的各种可视化方案，他们都说，我们有尽一份力，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实际去踢，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用这个方式，用科技的方式去踢足球。像是这个微型的 IMU 晶片，他们还详细的介绍每一秒可以完成500次的资料截取所以在这个判读的时候或者有争议球的时候，就发挥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在科技在 AI 上面的发展真的是很惊人。DeepSeek 我们看到它在2年前、1年多前它横空出世全世界其实都蛮惊讶，也蛮惊叹的那现在呢，他们用国家的力量。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这是有官方背景的，投了1.5亿美元，所以现在 DeepSeek 是中国估值最高的 AI 新创公司。那另外我们看到高盛怎么预估呢？他说中国的 AI 落后美国1年，拐点来了，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有可能会超车那个拐点所以为什么美国一直不断的想要封锁各种的技术？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DeepSeek 长兴存储本来美国说我要把你列入贸易黑名单，现在暂缓了有可能是因为川普想要避免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所以暂缓去做这件事情。而另外，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举行要有各种的协议一边对抗，一边合作，一边谈判，一边竞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250周年的建国纪念日这个是很盛大的一件事情，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可是呢，美国很难过，他们有一个灵魂拷问，其实就是民调啦我们来看看这个民调。还是一个非常大规模，这是路透跟民调机构易普所合作的最新调查显示，有38%的受访人认为美国在过250年后将会陷入分裂，不再统一。64%认为美国民主濒临崩溃危机这个比例比去年的8月还要高。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日子也非常难过，一般的劳工阶层在美国每一天都看着物价在上涨，包括进口价格指数5月上涨 1.9%， 跟4月的涨幅相同，同比涨了 6.7%， 是4年来最大。而另外呢，全世界对于美债可能现在兴趣缺，大家抢买黄金所以未来1年全球央行持续扩大黄金部位那我们看到人民币Digital 人民币国际应云中心它签了首批26家参与行包括您可以看到新加坡、辽国、泰国、阿联酋所以可以看到各种的竞逐的方式在资金方面。来，先请教彬哥。对，这一次世界杯当然大量应用了中国大陆的 AI 这些运算然后去协助裁判判决或是重新就是截取这些相关的画面这些东西，这些当然在比赛的时候对赛事的运行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转播对这些也都有注意。可是我觉得对大陆的民众来讲，应该最遗憾的
还是中国的足球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进世界杯？他们好像上一次是2002，对，因为踢进去上一次其实那次不是踢进去，是保送进去的，真的吗？所以他们要踢进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啦。亚洲就是日本跟南韩嘛，日本没有，其实还有中东的那些国家，中东的国家对。那我觉得，当然很多大陆民众在想，就是大陆的职业足球也打了这么多年，踢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一直水准没有办法提升到世界杯的水准？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比较在意的这一块。对，其他可能就在其次。那 DeepSeek 呢？其实老实说，如果单就 AI 这个软体来讲，它并不是最强。很多的比它强。可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美国的企业这些改用 AI？因为第一个，现在美国企业很多他们主张说要大量 AI， 本来他们以为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结果后来包括 Meta 在内，陆续这些企业都叫停，所以你们每个月使用一定上限就好，甚至有人建议他说，啊，你干脆去用 DeepSeek 这种免费的就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发觉用了 AI 之后，花的钱比用人力还要贵。这就是一大问题啊！所以人类对 AI 都还在运用，还在适应期。那 DeepSeek 它堪用，然后不用钱，然后在很多地方收一些更低的费用，所以它也是迅速在扩张它的市占率。所以这些对欧美来讲，当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那问题是，美国很多东西也不是说他真的不想帮你，就跟美国一直要进大疆无人机进不掉一样，因为他每次说要进，美国的这些民间啊、这些工商团体啊，就会说你把大疆无人机禁掉，那我拿什么代替？我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啊。因为美国能不能生产功能跟它差不多的无人机可以，但价钱是它好几倍，成本很高。对，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他现在不进 DeepSeek， 我觉得也是有部分这样的考量啊。那至于说这个美国今年250周年，对，那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对未来250周年感到悲观？那甚至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要陷入民主的这样子一个泥淖当中。其实因为这几年来，美国开始呈现一个好像有点欲振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美国人那种过去自己身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领导者那种荣誉感，好像越来越不在，光环不在，所以这迫使很多美国人去重新检视现实的问题。我想这跟美国的国力确实有所衰减，还有整个世界的国际布局改变，跟中国大陆崛起都有连带的关系。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个挑战。那很多的国家在本来是世界霸主，然后突然之间发觉好像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时候，都会出现失落感。这个我们中国人体会最深了。中国历史上出现好几次这样的状况，所以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现在才刚开始而已，还早，你才250年而已。那至于说现在大家虽然黄金价格没有之前那么高，大家还是增持黄金，为什么？就是对美债没有信任感。因为老实讲，如果川普的经济政策持续乱搞，我看大家还是一样不会有信任感。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怎么看，包括世界杯以及川普放缓抗中的脚步。这每4年一季的这种世界杯是全球所瞩目的。其实我想中国很多的这种民众都很希望能够参加世界杯，好，那确实是很热闹。我们看到很多的代名词，譬如说是德国坦克，对不对？好，这个日本蓝武士等等，取这些名字。其实中国很喜欢足球哎，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春操比赛，你有没有听过哈？就是中国乡村里面他们举办超级杯的比赛，哎，很热闹啊，很多人这个在新闻界都闹得很大。但是很遗憾哈，中国有12亿的人口，居然挑不出11个人去参加这个足球杯。可是中国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参加，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整个世界杯里面，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缺席啦。但不只是在足球世界杯没有缺席，我们看到之前的不管是巴黎的奥运或干嘛，中国有很多啊，包括义乌的产品，包括这些加油的器材啦、球衣啦、球鞋啦，还有周边的设施，甚至于这个比赛的用球等等哈，很多都是中国生产的，所以中国事实上并没有缺席。尤其是这次来讲的话，因为足球啊，大家真的是斤斤计较，那个球只要过那个球门这个一半以上的话，那就算进球。如果说没有进去的话，差那个这个0.几公分，可能都不算进球。那个
差1分的话，可能就影响到之后的决赛或者胜负，所以他就必须要用很精密的晶片来详细的测量。那在这方面，中国晶片确实是有它独到之处，所以能够做到参加世界杯。那第二个，我们讲说这个中国的 AI 发展哈，现在美国来讲，我觉得也很难制止住。大家不要以为中国只有 DeepSeek 一家，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在发展 AI 的公司哈。我们大概区分为2大性质，一个是就是自己的独角兽，DeepSeek 属于独角兽。除了 DeepSeek 以外，大家常听到 DeepSeek 之外，其他我念几个，大家可以知道哈，这个他们什么接耀星辰啦、月之暗面啦、无问星穷、面壁智能等等，都是他们独角兽的 AI 系列。那另外也有科技巨头，也有发展 AI 的，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包括腾讯啦，这个华为哈，这个还有日节跳动的所谓豆包，对不对？这个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等等来讲，所以中国的这种 AI 的这种模型数据，事实上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很多家都在做。那以后会不会内卷？我们有这个等于我觉得是这个科技的一个竞争嘛。那以后是整合在一起，还是各自发展、各自形成一个体系？我觉得总而言之，我觉得在 AI 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国的速度是不输美国的。好，谢谢。来，我们进一下广告。美国即将迎来250周年的建国纪念，现在的美国长什么样子？大仲老师，对，因为现在当然是川普政府非常重视这次250周年的建国啊，所以除了这个联邦政府之外，其实各州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一次这么重要的时刻是在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是福特总统任内啊。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时空环境是刚打完越战没多久哈，美国其实在当时是经历一个这个国家整体的疗伤，还有包括这种心理的重建，那是那个时代的反产物。而且那个时候冷战并没有结束，即便是美苏走向比较缓和的状态，但是苏联这个强敌还是环伺在美国的旁边。那这一次其实时代背景，我觉得重要的地方是科技 AI 大爆发，对美国各个人民来说都是个重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机会。那第二个还是老问题，就是社会的严重撕裂。所以这一次白宫有一个委员会在主导各式各样活动，各州也有，但最让大家有兴趣的地方是，其实在费城，它埋下一个时空胶囊，因为费城是当年这个独立宣言的诞生处，所以这时空胶囊是哪时候打开？250年后，是2276年，当美国建国500周年，他要把它打开，而且有人就预测可能分裂不再统一那时候。对，所以到时候的美国或是全世界长什么样，没人知道。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巧思跟一个时代寓意在里面，而且里面放什么？这时空胶囊当然是用最先进的科技进步，可以抗洪、抗任何的一种地层的变动。里面有一些是重要的文物，有一些是现在美国最流行的一些，比如说它会放 iPhone 17，还有放可口可乐，还有放一些历史文物，但是都是怎么讲数位化，各州有各州的代表纪念品。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美国如果根据刚才所讲的民调，其实美国面临问题是，不管是在问美国250年后的美国是不是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要面临崩溃，美国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到大家重视的这个第一强国嘛，其实民意的支持度都比过去往下降，而且还反映出共和党、民主党好像是存活在2个不同的世界。基本上这些问题，共和党支持还是相对有信心一些，即便下滑，而是民主党问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给予非常负面、悲观的一个反应。这也反映出目前的美国的这个政治是高度的分裂跟撕裂，而且政治高度的激化。但是问题应该不在川普，因为这个现象是持续了10多年，应该是从奥巴马政府一执政开始到现在没有改变过。